慈禧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也是整个封建史中最后一个掌控王朝的人。那他为什么能够夺取皇权呢？从嫔妃到慈禧太后，他都做了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清朝的选秀制度说起。大家好，我是白同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垂帘听政。选秀女是清朝独有的一套挑选后妃的制度，在大清会典则例中规定，凡是八旗人家中年满13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选秀大典，被选中者或是留在皇宫，或是赐给皇室的子孙，未参加选配者不能婚配。公元1852年2月，又到了每3年1度的选秀大典，慈安与慈禧一同经选秀入宫，成为了咸丰皇帝的后妃。其中慈安被封为珍嫔，慈禧被封为兰贵人。从等级上就能看出来，刚刚入宫的慈禧并没有得到咸丰皇帝的重视，反而是慈安仅在40天之内就被册封为皇后，成为了清朝晋升速度最快的继后。直到公元1856年，慈禧才脱颖而出，原因就是生下了咸丰帝唯一存活的皇子载准。随后慈禧就成了大清皇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帝王宠妃。当然，慈禧地位的提升除了母凭子贵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咸丰皇帝奕主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后一位掌控实权的帝王，在他继位之前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继位的6年后又爆发了第2次鸦片战争。北方要抵抗英法联军的入侵，南方还有一个太平天国运动，局势极为混乱，本人又体弱多病，到了后期根本就没有精力处理朝政。而恰好慈禧这个人善于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咸丰帝的私人助理。慈禧这一身善于内斗的本领，大多都源自于这个时期，因为咸丰帝本人也是一个对内态度强硬，对外彻底摆烂的皇帝。慈禧不仅学到了咸丰的精髓，而且还将其总结成了4个字：左右摇摆。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咸丰帝逃往了承德避暑山庄。次年在山庄内的烟波之爽殿病逝，享年仅31岁。此后皇位传给了年仅5岁的长子载准，这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皇子年幼，后宫强硬，另外还有势力强大的权臣和亲族，这完全就是要架空皇权的节奏。为了避免出现夺权的问题，咸丰帝就在遗诏中做了如下安排。因为他本人即为提防皇室，所以就在亲族的势力之外找了8位顾命大臣，可以全权代表载准处理朝政。之后又授予慈禧和慈安2枚象征皇权的印章，让他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有足够的权力处理朝政，但却没有拍板的权利。后宫想要干政，又捞不开顾命大臣的枢纽，属于典型的帝王权衡之术。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帝王权衡的重点在于不讲原则，左右摇摆，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但让咸丰帝忽略的是，制衡的核心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手中的权力。既然咸丰能够制衡，那拥有皇权印章的后宫当然也能够制衡。不过在此之前还有2个难题，第一个是慈禧和慈安必须要达成共识，因为代表皇权的是2枚印章；第二个是要找到一股能够与顾命大臣抗衡的势力，只有这2股势力出现争斗，皇权才有了制衡的前提。而咸丰极为提防的皇室亲族，之前代表清朝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欣集团，就是这一股能和权臣抗衡的势力。为了得到慈安的支持，慈禧首先就在顾命大臣面前表达了2宫垂帘听政的想法，理由是载准年幼，这也是为了保护大清江山。结果被8大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为由，驳回了慈禧的提议，并且又再次声明了他们的立场，说我们以后议定的章程，你们不需要更改，甚至连看都不用看，到时只要盖章就行。显然就是要架空后宫的意思，这也就引起了慈安的不满，于是他决定和慈禧联合。得到慈安的支持后，下一步就是拉恭亲王奕欣入局，但他们身在承德，周边都是8大臣的眼线，远在京城的奕欣目前还不知道咸丰驾崩的消息，该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呢？在咸丰帝指定的8位顾命大臣中，有一位叫做景寿的臣子，当时主要负责保卫小皇帝和太后，说白了就是起到监视的作用。但让顾命大臣们忽略的是，这个景寿也是个战队高手，还没等慈禧威逼利诱，他就决定2头押宝，让慈禧将咸丰驾崩的消息传达给了远在京城的奕欣。对奕欣来说，自己是不是妻子并不重要，新老皇帝更替也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且自己在咸丰一朝常常是这些权臣打压的对象，现在眼看着有了转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当即就给承德发出了自己要去调研的奏折，结果却遭到了8大臣的反对，理由是经济重地需要重臣防守。当然他们反不反对并不重要，只要8大臣和奕欣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接下来就到了皇权出场的时机。于是慈禧说服慈安直接绕过8大臣，给奕欣下达了一道顾命大臣一再夺权，务必赶赴承德商议处置计划的密折。计划大概是这样，趁着8大臣势力还不知道奕欣来承德的消息，从他们手中拿到了步军统领一职。步军统领主要负责的是京城防守，这就相当于拿到了京城的兵权。同时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已经联合了崇郡王奕轩、僧格林沁以及文华殿大学士桂良等人，几乎掌控了整个京师的舆论和兵力。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慈禧2人就宣布了咸丰皇帝灵柩将于9月23日起驾，务必要赶在9月29日之前回京的消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步，等到9月23日起驾后，慈禧又以路途遥远、孤儿寡母不便奔波为由，提出要先行赶回京城。此时8大臣就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为了防止事情有变，8大臣之一的肃顺派出了怡亲王载垣和正亲王端华，护送他们一同返京。这2人一个是宗人府宗令，专门负责管理皇族的长官，一个是前步军统领，专门负责保卫京师的长官。在肃顺看来，提前回去2-3天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这里主打的就是信息差和时间差。
到达京城后，慈禧先下旨解除了载垣和端华2人的职务，又下诏说明了八大城的罪状，随后命新任的步军统领，也就是自己的小叔子奕轩，前去剿灭八大城的势力。这个奕轩就是后来光绪的父亲。至此，辛酉宫变结束。辛酉宫变之后，清朝形成了两宫听政、亲王辅政的格局。尽管已经解决了全城的问题，但辅佐两宫太后、处理掉顾命大臣的恭亲王奕欣，却成了足以架空整个皇权的存在。除了议政王的身份之外，他还兼任领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相当于是集政权、军权、财权、宗室、人事、外交于一身的权臣。然而慈禧却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太平天国开始了北伐，外国公使又来瓜分清廷，除了奕欣之外，朝廷根本就无人可用。不过在奕欣的治理下，确实也通过提拔汉臣的方式解决了太平天国的问题，而后又发展洋务，兴办实业，个人的威望越来越高，以至于达到了不得不除的地步。因为早在咸丰帝继位之前，奕欣就曾与咸丰争过皇位，如今同治皇帝年幼，他又是辅国大臣，谁也不能保证奕欣会不会效仿多尔衮，直接架空皇权。慈禧最擅长的是左右摇摆，可是要从哪里去找一股能够抗衡奕欣的势力呢？历史的答案是洋务运动。实际上，慈禧之所以看似开明，除去大清击落的原因之外，就是因为权力的变革才能体现皇权的威慑性。晚清虽然通过组织地方团练的方式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运动，但因此做大的地方势力却又成了晚清统治者眼中一股不落于太平天国的武装力量。自洋务运动开始后，奕欣又主张削弱地方，引起了襄淮势力的不满，这就给了慈禧制衡的机会。但仅凭地方势力还不足以对抗奕欣，于是慈禧又扶持了一批清流官员。这些人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也不是什么皇亲国戚，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慈禧，这也就是所谓的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徐桐、刚毅、翁同龢等。但凡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人，大多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顽固派之所以成为顽固派，内在原因就是代表的立场不同。慈禧一面支持洋务运动，一面又扶持顽固派，一面扶持地方势力对抗奕欣，一面又刻意的压制地方势力。准确点来说，慈禧不属于顽固派，也不属于洋务派，而是完完全全的慈禧派，代表暗黑腐朽的皇权统治。秘诀当然还是通过左右摇摆的方式来展现出皇权的威慑性。不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也逐渐引起了恭亲王奕欣的不满。于是到了公元1865年，慈禧又说服慈安，两宫太后率先发难，以其目无君上为名，免除了奕欣的一切职务。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奕欣的势力已经遍布了整个朝堂，最终导致大臣轮番上书，请求慈禧收回成命，气得慈安做了甩手掌柜，外国公使也纷纷替奕欣担保。没办法，慈禧只能重新恢复奕欣的职位。眼看着慈禧已经出手，奕欣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在慈禧身旁有个叫做安德海的心腹太监，这个人嚣张跋扈，目无法纪，每次借口出宫都要搞得前呼后拥，地方官员对其恨之入骨。然而等安德海到了山东地界后，却碰到了一个硬茬，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这个人清廉刚正，根本不在乎安德海背后的势力。见到安德海后，直接就以大清祖制太监不能擅自出宫为由，下令逮捕了安德海，并且上奏京城，打算就地正法。奕欣什么态度呢？赶紧斩，越快越好。听闻此事之后，慈禧连忙求助慈安，慈安的态度也是非斩不可。就这样，安德海被就地正法，地方百姓敲锣打鼓的欢庆，认为大清终于有了个明白人。殊不知这件事的背后有着数不清的利益关系。慈禧之所以能扳倒奕欣，主要是因为两个事件。第一个就是同治皇帝的病逝。到了公元1874年，年仅19岁的同治帝突然驾崩，因为其没有皇子，所以只能从亲族中挑选继承人，最终得出了两个人选，第一个是奕欣的长子载澄，第二个是奕轩的次子载湉，前者是敌人的儿子，后者是自己的侄子。于是慈禧立马就将载湉过继给了咸丰，并于公元1875年扶持载湉登基，这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继位极大的提升了醇亲王奕轩的地位，因此有不少臣子开始选择加入慈禧的阵营。第二个是慈安太后的病逝。公元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因病去世，这也就意味着皇权集中在了慈禧一个人手里。虽然已经占据了上风，但是想扳倒一个辅国大臣，还缺少一个关键的由头。中法战争就是这个由头。公元1883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慈禧借此找人弹劾奕欣，随后又将案件的审理权交到了与其对立的顽固派手中。最终，奕欣集团的人几乎全被罢免，取而代之的醇亲王集团完全属于慈禧的势力。皇帝是傀儡，权臣是打手。这个时期，慈禧就已经做到了垂帘听政。那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要发动第三次戊戌政变呢？公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这个时候，光绪也意识到，自洋务运动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但大清还是贫弱不堪。或许清朝的问题不在于洋务，而是因为其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的通病。于是他在征求了慈禧的意见后，决定实行变法。那既然慈禧支持变法，为什么后来又发动了戊戌政变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变法的局限性。英国有个政治家叫做罗伯特·赫德，他曾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时间长达48年。他对该事件的评价是：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戊戌变法有4个重点，分别是开放言路、精简机构、任用新人和效仿旧制。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个精简机构，核心是取消旗人特权、裁撤露营、裁撤恶员等。前2项针对的是皇室亲族，最后1项针对的是朝中大臣。策略上确实没有问题，这些都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法却是让这些拿刀的人用刀去砍自己的脖子。更不用说还有废八股、新吸血，让日本入主中原，引进日本官员等。皇室亲族不同意，朝中臣子不同意，地方势力不同意，那些学了一辈子八股的秀才更加不会同意。康有为也想过这个问题，那他怎么处理呢？他说迁都上海，设立制度局，在朝廷之外重新构建一套权力体系。这个时候慈禧才意识到，变法这件事已经完全超过了他的承受范围，这好像不是变法，应该说是要推翻清朝的统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呢？这就牵扯到了第2个原因。因为变法的最大阻力恰恰就是晚清的统治阶层，而慈禧支持变法的初衷却是为了稳固统治，加强皇权的地位，他们之间本身就是冲突的关系。慈禧看清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反对变法。康有为也看清了这个问题，于是就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到了公元1898年，他授意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又让光绪以权威拉拢袁世凯，打算让其派兵包围颐和园，直接向慈禧逼宫。袁世凯当然也能看清，维新派和他说理想，他一个想要称帝的人，哪能管得着什么理想？说白了，如果变法成功，他也是变法的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一开始选择的就是慈禧。最终，康有为逃亡，光绪背锅，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变法彻底夭折。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与清朝统治者合谋，试图推翻清朝的变法。但慈禧的治国原则却是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严格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算是一次被迫的夺权，因为在变法之前，慈禧就已经成了晚清实际且唯一的掌控者。慈禧并没有延长或是缩短清朝的寿命，因为清朝的体制就只够他走到这里。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安东旭，我们下次再见。